开玩，听网友问你一个问题，说呗。有几个网友说了，家里面也有和我们一样的香货闲置下来了，想像我们一样开车出来旅行，就是不知道费用怎么样。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要坐下来好好的算一算哦。对了，黑妹儿，我们这一次出来多久了呀？差不多快2个月了哟。是我们11月14号出门，今天1月10号是吧？马上2个月嘞。我们这辆车出门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是1300公里的样子，现在已经8000多公里了。这样算下来，我们从重庆出发到东北，在四处逛悠了一下的话，开了7000多公里。还有我们回重庆有4000公里的样子，总共算下来这一圈的行驶里程是12000公里。我们这辆车因为是货车嘛，还是比较耗油的哦。1公里的话，基本上顶1.1块到1.2块，还有来回我们全是高速啊，还有一点过路费什么的，这样总共加起来油费和过路费的话，将近2万块钱吧，将近2万块。除了就是我们的生活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车空间比较大，基本上都是在车里面住的，吃住行都是靠这一辆货箱，一辆箱货。所以说吃的话就和家里面一样，那就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嘛，你吃好点来费用就高点，吃撇点来费用就低点，但是一般的话算一下我2口子应该在5-6千块钱1个月就差不多了。还要算上我们烧的煤和柴火，因为买了几次，买了3次还是4次煤，还买了80块钱的引火柴，这样算下来2个月的生活费的话应该在1.2万，这样的话3.2万2个月。其实我感觉开车出来自驾游，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箱货空间比较大的，大部分都是在车里面，这样就挺好了呀，还是比较节约的，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出行方案。对了，我们总共还住了3次宾馆，2次宾馆1次民宿，因为我们总要洗澡啊，要换洗下来的衣服呗。现在我看1次住1次宾馆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吧，也不是特别贵的哦。像东北这边上面这一段的话，好像也不是什么旅游的旺季，旅游旺季的话应该是夏天，那时候可能应该贵一点。不错的，有时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开出来玩一玩，看一下我们大美祖国，东北这边也是很漂亮的，冰天雪地，老美了。对了，黑娃，你还有一笔没算，就是我们在根河搭建冰屋的，你没算上去啊？对呀，那也是好几千呢。对呀。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我们2个月的时间也花了4万块，差不多。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的露营地，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很晚了才开到的漠河，这是我国最北端的一个城市漠河，这些就是市区了。运气还挺好，在市区都能找到一个露营地，因为有很多时候开货车出来，在市区是特别不好找露营地的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停荒郊野外。到了漠河，我们这一趟行程也基本上快结束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地方没有去了，一会儿我们收拾好了就往那个地方出发。漠河再往北上还有几十公里，不到100公里吧，就到北极村。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点就是去北极村。咖啡，你咋这么讨厌呢？你去逗他们干什么？啊？他们关在院子里面的呀。Hello， 你们不冷吗？这2条大狗，他们应该习惯了。走了，别去逗他们了啊！别去逗他们。这旁边好像是个鱼塘哦。你看，还有那种像网箱的那种浮桶，但是现在已经全部都结成冰去了。我在想哦，像这边这么冷的话，如果说鱼塘里面的鱼不给清出来，到了冬天冰天雪地会给冻死不？
不知道，因为没在这边生活过。走了，回去了。漠河，看我们不用考车能打得着不？给力！一点问题没有。关键是今天我感觉这几天暖和，这边对，零下30几度，我看昨天晚上最低才零下35度，是吧？这个零下40多度的话，就不考的话就打不着了，肯定不行了。快点来，上，加油！哎呀，没毛病，杠杠的。冬夜的寒风吹过，月亮照亮了寂寞。你来自遥远星河，是我最盼望的快乐。空间都不能阻隔，时间这一刻定格，执着内心的狂热，融化千年的冰河。总说我太过认真，感情该保留几分，可在你面前我没有一点伪装的天分。等雪落下的时候，等风吹过的时候，我会祈祷着最美好的可能。愿你的冬天没有孤单，总有人在等你。愿你的冬天没有寒冷，只有温暖的意。阳光洒满大地，为春天在伏笔。所有的漫长等待都会那么有意义。愿你的冬天没有孤单，只有爱的回忆。愿你的冬天冻结所有烦恼和失意。我把思念揉碎，随风飘向了你。风吹过的地方，所有人都了解我想你。这是哪个可恶的小狗，在别人的脚上撒了泡尿？走，我们去买票。北极村室内售票。这小狗太漂亮了，你看，还有在这里吃烤肠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都坐着嘞。哎，这个没吃着哎，哎，太厉害了他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你。经过刚刚那个大门，我们就算正式的进入北极村了。一个人好像是68的门票啊。对。哦，刷身份证就可以了，电子票嘛。不知道还要一直往里面开多远。这里面看一下，晒不了太阳，这些树上就有好多雪哟。能晒到太阳的地方的话，这些雪就晒掉了。我爱北极村。我已经到了。但是我们从那个大门进来，开了好几公里，感觉这个北极村就像一个镇上一样，和街上差不多，有卖菜的、卖米的、卖什么的都有，还有银行，还有很多民宿、宾馆什么的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最北的邮局，我在网上看见他们来都发现了吧？估计我们想来这边的那种心情很激动，没注意看呗，过了。对啊，这里转了一圈，好像走到这边最尽头了一个停车场了，这都过不去了车。不然我们再倒回去，把那个邮局找到了来，必须的打卡点要去啊！今天还是你的本命年哦。对呀。属龙嘛，这里2条龙，真的很霸气的。神州北极广场，好多人那边照相的，排队的还在。从这个地图上看，我们都已经出国了。不能再往前面走了，再往前面走的话就出国了。对面那些山上就属于俄罗斯了，前面白白的那一条江就是界江。走呗，黑妹儿。中国最北最美邮局欢迎您。这我们也找到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面露营呗，去找一个好的地方。